眼前这个称霸银河系的外星女王，直到死的那一刻才肯松开手中的白色球体，只因为这个平淡无奇的球体中蕴藏着足以吞噬宇宙的恐怖力量。严格来说，这个白球是外星女王的死对头，使用外星快递包装，通过虫洞快递送到地球的。人类科学家在对其进行扫描过后，却检测不出是什么物质，甚至连一点磁场都没有，似乎他是在刻意隐藏自己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好奇地把手放在球体上面，结果他的双手被吸了进去，竟意外激活了球体的宇宙定位。下一秒，球体散发出的信号源立刻传送到宇宙深处的某个星系，惊醒了沉睡万年的外星女王。她跨步来到星际地图前，发现白球发出的信号源是来自一颗叫做地球的小行星。于是外星女王召唤出自己的生物铠甲，准备前往地球，抢回足以称霸宇宙的小白球，并顺带掠夺地球的资源。从女王穿上铠甲的那一刻起，也预示着外星文明将再次入侵地球。人类自从20年前与外星掠夺者的战争中大获全胜，世界各国团结一致，在破败的地球上重建家园。当年的51区被改造成太空防御基地，人类破解了外星人遗留下来的科技，造出了反重力战机和激光武器，并掌握了冷聚变技术，受控核聚变已经完全攻克。人类从此告别了能源危机，空气污染都成了过去。地球科技飞速发展，甚至连月球都被布置上了防御系统，因为人类知道外星人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。可就在今天，关押在51区的外星人囚犯突然变得异常兴奋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这种现象从未发生过。军方立即派研究人员来到非洲中部的基地一探究竟。在叛军首领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20年前唯一着陆的外星飞船。飞船的正下方有一个被钻孔机留下的深坑。当他们进入飞船内部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沉寂了20年的外星飞船竟然开始自行运转，向外太空发出求救信号。地球坐标被发送到外星人大本营，外星人增援部队收到之后，很可能会来攻打地球。然而人类还在庆祝击败外星人20周年的庆典。当这位前总统走上讲台时，气氛达到了高潮，但前总统却惊慌地对着人群警告。话音刚落，一阵剧痛袭击了他。紧接着，月球背面一艘巨大的外星母舰缓缓崭露了头角，母舰的直径更是高达4800公里，比20年前的那艘母舰大了10倍。先前大战的母舰残骸在它的防护罩前直接化为灰烬，强大的引力撕扯着整个月球。一时间，月球表面尘土飞扬，陨石冲天而起，母舰浩浩荡荡向地球飞去。月球作战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激光炮，但攻击全被防护罩挡了下来。于是又给激光炮重新装填能量，准备发动第2次攻击，但对方的星舰却完成了能量收集，开始反击。仅这一次攻击，整个月球作战指挥部瞬间被秒成渣渣，只有飞行小队成功逃离出来。眼看外星母舰继续朝地球驶去，总统立刻下令启动早已建好的轨道防御系统。可地球轨道上的主炮还没开始攻击，外星母舰再次率先出击，分散出射线，锁定了地球所有的轨道主炮。几乎在一瞬间，整个近地轨道防御系统全被摧毁。这时的外星母舰已经势不可挡，就这么直接穿过大气层，覆盖在大西洋区域的上空。因为这艘母舰自带强大的引力，所以当它降临在地球上空的时候，方圆100里内的所有建筑物全部被吸附到半空中，甚至连人都没有逃生的机会，场面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。等到母舰准备着陆的时候，引力场自动关闭，无数残骸又再次从天而降，场面是非常震撼。最后，外星母舰展开起落架刺入地表，掀起海拔近1000米的海啸。如果外星人打算长期停留，那么1个月之内，大气循环以及洋流循环毫无疑问会停滞，几个主要风带也会被切断。当一切趋于平静时，从太空中看，这艘母舰几乎覆盖了整个大西洋，人类拿它毫无办法。这个时候，前总统独自走进到关押外星囚犯的隔离室，他希望通过自己能套出有用的情报，然后按下了开关，放出了一只外星怪物。总统把自己和外星人关在一起，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。外星人用触手连接总统的声带，说出了人类的语言。外星人口中所说的她，应该是他们的外星女王，只是目前还不清楚外星女王亲自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。当女科学家拿出一个简单的图案后，没想到怪物突然变得暴怒起来，似乎对这个图案产生了极大的恐惧。眼看着前总统就要被杀，士兵连忙开枪射杀外星人，而外星人的速度更快，利用触手一把抢过激光枪进行反击。此时人群中的老黑拔出双刀，他知道外星人的弱点所在，将双刀狠狠地刺进外星人的生物铠甲里。之后，一个黏糊糊的外星人从铠甲中爬了出来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。老黑毫不犹豫将他送回了银河老家。好在一边的总统只是暂时昏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一艘外星飞船正在启动，直径高达1公里的等离子钻头向海底钻孔。眼镜叔突然意识到，外星人的目标是抽取海底的地核。如果地核一旦被破坏，电磁场便会消失，然后大气就会蒸发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毁灭。要想阻止这场灾难，就不能坐以待毙。眼镜叔通过图案分析出，外星人其实就是类似蜂巢的结构，一切都以女王为中心。
心，只要消灭女王，整个族群就会崩溃。于是总统立刻下令反攻，一支由全世界最优秀的飞行员组成的空中作战小队出发了。他们打算利用携带冷聚变弹头的轰炸机摧毁女王，可还不等他们接近外星飞船，就被对方的激光武器打了个措手不及。紧接着，密密麻麻的小型战舰发动了袭击。面对外星人的猛烈攻击，人类的战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很快，无数战机相继陨落，剩下的战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。这时，小黑发现了外星飞船的入口，当即命令舰队调整阵型，带领轰炸小分队进入外星母舰的内部。原本奋力反抗的外星战舰却停止了追击，轰炸小队一路顺利抵达了飞船内部，只剩下3架轰炸机携带着核弹。但在这时前，总统突然惊醒，他告诉女儿这是女王设下的圈套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就在小黑锁定目标，准备发射核弹的一瞬间，一股强大的电磁脉冲突然袭来，所有战机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。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有10几个飞行器，悄无声息地跟着俯冲了下去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为了吸附在核弹上，释放一层能量护盾。与此同时，人类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引爆核弹的命令，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外星人的防御能力。3架轰炸机同时爆炸，但核爆产生的冲击波全被控制在了绿色能量护罩内，外星母舰仍旧毫发无损。紧接着，母舰再次发出冲击波，瞬间摧毁了全球的通讯卫星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外星人找到了总统所在的位置。失去网络后，基地的防御系统变得不堪一击，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外星人攻破，指挥部的所有人全被外星人毫不留情的屠杀。很快，老马接到消息，总统和国防部长一行人都因公殉职，现在由老马接任总统。这时候，研究白球的科学家们有了进展，他们发现白球其实是个智能硬盘。他告诉众人，它是来自数万光年外的高级生命体，与侵略地球的收割者是天生的死敌。收割者专门抽取星球的地核，为飞船补充能量，一边侵略一边发展科技。双方战斗了上千年，最后还是善良的外星人败了。作为唯一的幸存者，白球拥有整个文明的科技结晶，可以制造出能够击败收割者的秘密武器。这也是外星人见到圆形图案就会感到暴怒的原因。这次来到地球是为了帮助人类对抗收割者，但目前这个高科技武器正在启动中，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因为刚才在启动的时候，女王已经探测到了它的位置，而且正在赶来51区的路上。一旦让它得到球体，地球就再也没有了翻盘的希望。现在硬拼肯定拼不过外星科技，但可以给女王下套，就像她之前对人类所做的那样。于是科学家们将白球存放在屏蔽信号的隔离舱，然后在飞行器中模拟出与白球一样的辐射信号。前总统亲自上阵，驾驶着装满核聚变炸弹的信号舰，拖着诱饵把女王引诱到无人区，利用基地的防护罩将核爆的伤害限制在一定范围内。这个方法果然奏效，外星女王率领着她的蜂巢大军驶向总统驾驶的模拟信号舰，殊不知信号舰里装着的是要他命的100万吨级核弹。最终在女儿的掩护下，总统抓住机会径直飞进了外星飞船内部，然后眼镜叔立刻启动了防护罩，将外星女王封锁在护盾里面。总统在飞船里见到了外星女王，辱骂一番后按下了核弹按钮。下一秒，核弹爆炸，外星飞船顷刻间被炸得粉碎。核爆造成的伤害被防护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。就在大家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，炮台应声倒下。外星残余部队依旧在不断攻击，说明外星女王并没有被摧毁。果然，在硝烟散去之后，一只100米高的外星女王从核爆废墟中缓缓站了起来。原来，女王的生物铠甲自带防护盾，可以抵挡近距离的核攻击，可见这外星科技究竟有多发达。她迈着大长腿，疯狂地追击前面的校车。空军战机驾驶员见状，纷纷立即掉头对她发动了攻击。却因保护罩护体没能造成任何伤害，女王抬手一炮就轻松摧毁战斗机。接着立刻朝着校车追了过去。眼镜叔驾驶的校车在女王胯下生死逃亡，眼看众人危在旦夕，空军战机只能再次加大攻势，将火力集中在女王身上。女王也不是吃素的，随后他对着战机一挥动触手，人类战机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整个编队就全军覆没，只剩下了一个女飞行员。她不顾一切地冲向外星女王，瞄准同一个地方疯狂扫射，终于成功打破了女王的能量护盾。可下一秒，她的战机就被女王挥动触手抽飞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女人立即按下逃生降落伞。但危机并未解除，女王看到自己完美的胸口有了伤痕，
恼羞成怒地朝着女人冲来，眼看着女人就要被活活踩死。危急时刻，她的男友带着战友，驾驶着外星战舰及时赶到。女王一时间被自家的科技力量压制得无法反击，手中的2把大枪被打得粉碎。但这时51区中的情况突变，由于刚才的震动，被关押的外星囚犯突然越狱，并看到了隔离舱中的真正球体所在。由于外星人的意识都是共通的，所以女王也同时收到了信号，发现了这是一场骗局，于是立马转身奔向地下基地。在她的召唤下，无数的外星飞行器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强大的防护罩，他们缓缓向着51区基地靠拢。此时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女王前进的脚步，就连人类劫持的外星战舰也被控制了。外星女王抬起巨爪猛砸地面，试图拿到球体。与此同时，大西洋上空的外星母舰发出的等离子钻头，还有2分钟就要钻到地核，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成千上万的飞行器还围绕在女王身边，人类控制的战舰也被卷入其中，像龙卷风一样保护她。但是龙卷风没有盖子，他们利用龙卷风之眼的原理，拼死启动只能在太空使用的核聚变驱动器。一般这种混合动力是用来进行多维空间穿越的。下一秒，外星战舰拖着赤红的烈焰，成功冲出了风眼漩涡。但外星女王已经击破实验舱，并拿到了宇宙白球。紧接着，人类战舰立刻掉头，对着女王发动一招从天而降的打法。外星女王拿着球体，慌忙之下转身跑错了方向，人类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对准女王的腰间盘疯狂射击。在连续的攻击下，女王终于支撑不住，爆开了生物铠甲，并露出了内部的本体。女王真身挣扎着从里面爬出来，发出一声哀嚎后倒地而亡，手中的宇宙白球脱离出来。外星飞行器在失去女王的控制后相继坠毁。此时还在大西洋上钻入地球核心的外星母舰也停止了作业，人类终于又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。外星母舰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地球，回到母星选举下一代女王。有些遗憾的是，这次放虎归山，未来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。但宇宙白球却给了人类一颗定心丸，因为它储存的科技远超人类想象。有了它的帮助，人类文明的科技将再次提升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人类将实现星际旅行，而这一次人类将直击外星人老巢。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入侵了地球，人类会得到外星盟友的帮助吗？